买房这件事情，很多人就是卡在一定要怎样怎样才值得，但很多时候先放下自己的执念，退一步其实都能够走得更远。房子不需要一次到位，人生也不用一步登顶，你先用你能做到的，就换到你阶段性想要的，那一路小换大，旧换新换上去，这个就是小资族能够开挂的秘诀。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像正妹11号一样，在自己的房子里悠闲的喝着咖啡，梦想成真。从南部出手，3房策略逆转，小资族滚头期款的3大秘。先说结论，3个建议第一，先买中南部的房子；第二，瞄准公寓的3房；第三，记得房子是一种商品。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个礼拜聊了买房签约要注意什么，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给小资族的买房建议。小资族买房这个主题我们讲的差不多了。那最后我会分享一些实务上的建议，我也不敢说一定都对，只是每个人的状况都真的都不一样。我只是依据我这几年房地产的经验，然后去思考说，如果我在买第一间房子时怎么做会做得比较好。小资买房的第一个建议，你可以考虑中南部的房子。我会这样说是因为你觉得你现在买不起房子，最大的原因都卡在头期款。就是你看双北的房子，谁他妈这样工作2-3年就买得起？你算一下头期款，你就会说算了，先出国。对，那其实你只要把目光移到南部，像是高雄台南你还是能找到便宜的房子。找到便宜的房子，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是因为你要早一点开杠杆，然后透过这个杠杆的方式来膨胀你的头期款。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知道概念就好。我随便讲，你买一间高雄800万的房子，头期款160 ，OK， 好，你就拿160出来，然后这间房子涨到1000万的时候卖掉，你套现的部位是200，再加上你160万的本金，那当然还有那个偿还的本金部位什么有没的，总之概算就是你现在手上头期款就已经膨胀到360万了 ，OK， 所以你的钱在高雄滚了一圈以后，可能花个几年时间，就从160滚到变360，此时你要再回去看台北、新北的房子，至少一些蛋白区你已经有入场券了，对吧？所以就可以来实现你买台北房子的这件事情，是这个道理。那另外我建议先瞄准公寓3房。那如果你接受我的第一个建议，决定要买南部的房子，接下来你很可能就会撞到一题，叫做怎么跨县市管理房客。当然还有银行会看地缘性什么有没。那跨县市管理房客，先说结论，这真的不是问题你就是买那种不太要管理的房子就好啦。所以你不要去买套房，你不要去买隔套，你就是找一间3房。会来跟你租3房的都是家庭租客，然后3房里最便宜的东西就是公寓的3房，尤其是5楼的3房，买了以后你就出租，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事情。而且你的租客有男人在，那真男人在的话，那什么大大小小的修缮他大概也都是自己处理。为什么要选公寓？就是因为它总价最低，就这样而已。所以你的头期款才不用准备很多。我换个角度看，就是说你用最少的头期款去换到最大坪数的3房，你功课这样子做，你一定做到公寓去，就这样。那3房的优势就是修缮那个男主人在因为他与其来等你修缮他会先被他另一半骂死，所以他就是自己去小北百货东弄西弄这样，顶多是那种没办法自己处理的冷气坏掉或怎么样的，我们有处理过，我们都知道，那基本上打电话的事就远端去跟师傅讲好什么时候帮忙开门，大概这样就好。最后我会建议你记得房子是一种商品。那接下来我讲的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买第一间房子的时候最容易卡关的心魔，你会很容易用自助的眼光去看这间你来存头期款的房子，所以它会平白无故的去增加你的成本。例如说你就不喜欢面中庭的房子，所以你在挑案子的时候你就会挑过，但是面中庭最便宜，如果是大楼的话那你要付出的成本最低房客也不会跟你说因为这间房子面中庭我怎样怎样呢，不太会他要就租，不要就走了嘛，就这样。那我现在的经验是，大家租房子的时候真的不会考虑那么多，因为他知道他之后自己会搬走，所以现在景观好不好没有什么差。同一个社区的房子你面中庭有景观，租金差不了多少钱，但是你负担的房贷会差别很大。当然我也知道直接叫你去买面中庭低楼层你心里还是有点疙瘩。那我的建议是，你就多看物件你就会比较快有感觉原来面中庭跟高楼层景观户差这么多钱，原来他们的租金其实也没差多少。所以你平常多看，自然你的心魔就会淡化掉。那这样你就更有机会可以早早上车，透过小换大旧换新，换到一间你喜欢的房子。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
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哦，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 50% 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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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故事，正妹11号是朋友眼中的人生赢家，漂亮、聪明又有想法。最让人惊讶的是，他居然在默默存钱买房。你不是很爱买包吗？怎么突然你要买房？包包会过季，房子不会。他笑着回应，他早就打定主意要在30岁以前买下人生第一间房。可是当他开始看房的时候，现实就狠狠的打了他一巴掌。一开始他的目标很简单，双北的房子，因为大家都说房子一定要买在地段好的地方嘛，这样才有价值。结果他看了一圈，发现根本就买不起，头期款要存到天荒地老，房贷月缴就每个月吃土到退休，那这谁撑得住？他就忍不住吐槽那有朋友突然建议说我是高雄人，那你要不要去高雄看一看，中南部看一看，总价是低很多，负担小很多。他一开始还有点不甘心就觉得离开双北好像感觉被流放一样，但想了几天他心一横试试看嘛，反正双北也买不起，他就真的跑到中南部去找房子。没多久就看中了一间很普通的老公寓，没捷运没商圈，什么亮点都没有，但价格就10分之便宜，让他倒有点怀疑。但这间房子的头期款确实是随便抽抽就够了那房贷月缴比他的包包都还要便宜非常的多，他就心里就想这不就是小资族都可以负担的东西吗？所以他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之后整理整理，他租给了一对小夫妻，小夫妻住得很安静，水电问题也没找过他，每个月房租准时进账，他几乎都忘了自己还有这间房。那经过了几年房市大涨，他这间老公寓的价格也跟着翻了3成，
因为它是最便宜的老公寓，所以它价格在动非常的快。那他当时直接查，连这种房子都能涨那么多，真的假的？他马上决定卖掉这些房子，把赚到的钱带回双北。这次啊，他头期款就够了，他就直接挑了一间他以前看都不敢看的2房，还是双北的老公寓。当他签约的时候，表情淡定的就像是在便利商店买咖啡，因为他买过了嘛。现在的正妹11号就住在他梦寐以求的双北新家，每天在阳台喝咖啡看书，还不忘自拍几张生活美照放在 IG。朋友看到照片也会纷纷留言，哇，你这个人生也太顺了吧。他看着留言就回了一句，人生顺不顺，看你会不会用手上的东西去换更美好的未来。正妹11号的故事讲完了，是一个 happy ending 买房这件事情，很多人就是卡在一定要怎样才值得，但很多时候先放下自己的执念，退一步其实都能够走得更远。房子不需要一次到位，人生也不用一步登顶，你先用你能做到的，就换到你阶段性想要的，那一路小换大，旧换新换上去，这个就是小资族能够开挂的秘诀。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像正妹11号一样，在自己的房子里悠闲的喝着咖啡，梦想成真。